丝绸之路的起点。13个朝代的政治中心，一个古诗词里提到最多的地方之一。西安，也称为长安。我们计划了很多年，终于来了。我们想要感受一下唐代的繁华，走一走古人走过的路，爬过的城墙，在春节时期，西安的城墙上会有这一些花灯。所以，如果要观看花灯的话，它的入门票会比普通的城墙入门票会稍微贵了一些。这花灯的规模其实是蛮大的，虽然价格会比较贵了一点，不过我个人觉得是值得的。因为我们是3月底来的，所以入门票的价格是比春节时期的稍微比较便宜一点，因为它也是差不多要拆迁了。来西安一定要来品尝一下百年的味道，感受一下城墙旁早市的人间烟火气。感受一下回民街的热闹。3月里的西安其实游客还不是很多的，店家说春节的时候也是有很多游客的。或许是因为现在刚刚过了春节不久，所以游客没那么多。听本地人说，4月会是他们的旅游高峰期，因为4月的时候呢，气候宜人，温度刚刚好，然后又是一个春的开始。什么叫春的开始呢？就是冬天过后就是迎来春，所以呢那个润叶初开。润叶呢就是一个树枝刚刚发芽的一个叶子，所以它是绿色的，不是平常我们看到的青色，是绿色，是很漂亮的。然后过后呢就会有很多，就是说百花齐放。
所以他们通常会在这段时期就会带一家大小的去郊游。听说长安是牡丹之乡，洛阳是牡丹花都。4月是牡丹花盛开的季节。曾经有一个古诗是这么说的：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所以从这一句话来看，4月应该会人潮汹涌。当然，我们也是必须要来看一看秦子欢岭到底有多么的震撼。虽然3月的时候是看不到牡丹花，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桃花和樱花。不过这个华山上的雪景却是计划之外的小幸运。我们来华山之前一天，刚好山下下了一整天的雨，所以山上就下雪了。华山上的雪景是真的很漂亮，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，你想要看这个雪景，你在3月的时期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多待多几天，然后你等到刚好那一天呢是有下雨，就是说山下下了雨，然后你晚上呢在山上，你就可以期待它会下雪，那你就可以看得到雪景了。这个时候的华山地上就会比较滑，因为当太阳升起时，那些雪就会化成水，所以水就会往地下流，所以地上就会特别的湿滑，所以走路就要特别的小心。你也可以像我一样，就是在山下买手套，然后你在山上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扶着这一些铁链，走路就可以防滑倒。然后价钱其实在山下很便宜，就大概4块钱人民币。在这次西安之旅，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桃花里青花椒鱼和它的冰粉，非常的适合我们的口味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总算开始了我们丝绸之路的第1站，我们还会继续再走下去的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